大人，若按现在的速度，3天后就能到达墨阳。青崖和楚言的婚礼定在哪天？也是3天后。你下去吧。冷清崖，你迟到了。怎样？天太傅又想让我在外面罚站？回座吧，下不为例。我与冷清崖初见是在他18岁，我奉旨来皇家学堂教书。那时我尚不知他是墨阳王独子，只知他是学堂里最特立独行的学生，性子孤僻桀骜，一言不合就与人动手，打架斗殴，浑身挂彩，于他而言已成家常便饭。冷清崖，小爷脾气不好，以后见到小爷最好绕着走，否则……这是你这个月第几次？为什么学不会与人为善，非要……我的事你少管。冷清崖最初吸引我，也只因他有一双与林墨7分相似的眼睛。虽两人性格截然不同，但眼神那般明亮相向，让我无法忽视。曾经身边的那些模样。开复，林墨是我优秀学生之一，乐观如3月春风，性子温润和善。我与他更像是无话不谈的挚友，只是开复，我倾慕你已久，你能不能……林墨，我与你之间只能是师生情谊，其他的是我无法回应。师生又如何？我不在乎。太傅，难道这2年你对我……对不起。我从来没想到林墨的生命会因此终止在18岁。也是那时，我猜着林墨原在学堂遭受富贵子弟的长期霸凌，已是满身疮痍。这是林公子留给燕太傅的信。太傅，我坚持不下去了。他之所以不离开，选择隐忍，是为了我，而我的拒绝终是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皇上，我只是想为自己的学生讨一个公道，他们害死的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凭何能因家族庇佑就逃过审判？他们还不能动，若贸然判罪，会动摇国之根本。太傅，别让朕为难。你嘘，别说话。他受了伤，跑不了多远，去前面追。是。他们是白虎堂的人，为什么追你？无可奉告。解开！冷清崖，不想那些人把你剁成8块，就跟我说实话。你怎么认出我的？一个破面具能挡住什么？天太傅，难道没人跟你说你话很多吗？成天念叨，真不嫌烦。干什么？上药，不能轻点。还知道疼啊？天天跟别人打架，弄得满身是伤，到底图什么？关你屁事！不过一个教书先生，做好自己的事。我打架，我乐意。叶雨晴，你故意的吧？你乐意，你皮厚，
那就疼着吧。林墨枉死，我却不能将害死他之人绳之以法，始终觉得有愧于他，便把对他的亏欠悉数转移到与林墨模样相似的冷清雅身上。即便冷清雅不需要我的保护，我是燕氏长子，自幼受克己寡欲之训，平日端矜自持，从未行越矩之事。没想到终有一日会为一人破戒，而那人还是皇名以上的学生。别离开我，我不要一个人。明明是没长大，需要亲人关心陪伴的小男孩，非要伪装成对所有事满不在乎，浑身带刺，桀骜不驯的反骨仔。冷清雅，别走，别丢下我，我不走。日子久了，冷清雅便不再像以前那般抗拒我。虽然她对别人依旧冷言冷语，独来独往，但只要我在，她就会有所收敛，身上也不会再出现大大小小的伤口。青雅哥，等等我！只是一段日子后，冷清雅身后多了个小跟班，楚兴州楚家小少爷来到皇家学堂后被人欺负，是冷清雅出手救了他，并将他收为小弟。因此后两人形影不离。只能这一丝回忆的残念高为玉碎。5场连胜，青雅哥真厉害。这场依然是冷公子获胜。青雅哥，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小生，在这台上能打赢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没事就好，我全压的青雅哥获胜，本金已经翻倍了。可怎么会让你输？难怪1年前白虎堂的人会追杀冷清雅，原来是他在这里打黑拳。老师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们知不知道，在这里赌拳是犯法的？老师，不是您想的这样，我们是怎样的？我都看到，你们还要狡辩？要是此事被你们父母知道，是我带信州来的，与他无关。青雅哥，未测风的针，不入鞘的人无需承认。那誓言，你先回去吧。知道了。冷清雅和楚兴州年龄相仿，性格互补，二人极为般配。冷清雅喜欢之人，大抵是他这样的。为什么要在白虎堂打黑拳？你知不知道，这里的人都是不要命的亡命之徒，心狠手辣，吃的是生死气。我知道，知道你还赌，这条命你不想要了？我需要很多银钱，这是来钱最快的方法。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你要多少？我给你，但你要保证以后不会再来这里，不会拿命做赌注。我要的你给不起，你不说怎知我给不起？严雨晴，你只是我的老师，除学堂外的事，你该袖手旁观才是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我便告诉你，我为何再三插手你的事。我是父母失败婚姻的牺牲品，他们对我有厌恶、憎恨，唯独没有爱，无人在意我的生死。我这样多余的人，若不想被欺负，就只能让自己强大，不断反抗。对，但父亲答应我脱离冷家的唯一条件，是在这里打满100场，而且全赢。赢下的钱就是我重获自由的赎金。那你100场打完了，我已不是冷家公子。既如此，为何还不离开？
习惯这种生活。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有站在那个台上，刀剑频血，与人厮杀，温热血迹沾在身上时，才觉得自己还活着。没想到师长还有这样的父母，用亲生儿子的命威胁。我从前拼了命想得到他们的认可，但后来就想明白了，依赖这种不切实际的血缘关系，不如做交易让人放心。父母厌恶我，我对他们也不见得生多少亲情，以后各走各的路，彼此亲近。我说完了，轮到老师了。为何对我好？为何关心我的事？为何在意我的生死？老师自有独圣贤术，该明白假作真实真亦假的道理，所以不必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出于责任的理由搪塞我。我要听实话。老师躲什么？选择逃避？我们这样不对。你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我。老师，你可知入观里之后，我的幻想对象一直都是你。很意外吗？老师身上总有种让人着迷的味道。我们相差7岁，身份也……世人的眼光算什么？天雨晴，我只想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抱歉，既如此，燕太傅以后莫要再插手我的事。我不缺爱多管闲事的老师，也无需你的同情和怜悯。我往后替谁卖命，是死是活，你都已经没有资格管我了。你打算在这里打一辈子，再落个终身残疾？哪怕你的所作所为不被宁朝律法允许，哪怕你以后可能……我早就不在乎自己这条命，看人打死在擂台上，还是老死在天牢，于我而言无甚区别。冷清雅，你在逼我！你要么一开始就不要管我，要么就负责到底。你敢吗？不朝夕，爱无归期，此情难追忆。跨越山河，只为能够读懂你。结局被定义，却波澜不惊，往事散落满地。答应我，不要再夺命，别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。都听你的，反正我这辈子归老师管了。驯服你这兔崽子真不容易。何须驯服？以老师之姓，冠我之名，我亦甘之如饴。等安排好这里的事，我就离开白虎堂。老师在哪里，我便在哪里。在床上别叫我老师。怎么，不好听吗？我不习惯。不在床上叫，那床下叫。不过，燕雨晴，你一辈子都是我的老师。那夜，冷清雅抱着我，在我耳边说个不停，时而低语轻吼，时而满口荤话。我沉溺在她的温柔乡里，甘心为爱自我放逐。但这段畸形的关系开始就是不清不楚，结局便注定狼狈收场。我与他终是没有如画本中所说，朝暮与共，行至天光，而是楚清舟。白虎堂不愿放冷清雅离开，对他下追杀令。楚清舟为救冷清雅，落在他们手里。但当我们赶来营救时，为时已晚。清舟，城主，我这就给你找大夫。清舟，大夫很快就来。
老师，别折腾了，他们给我灌了古色，我熬不过几天的。古色西域剧毒，7天内取人经脉骨头，寸寸断裂，普天之下无药可解。会有办法给你解毒的，行者。老师还是给我个痛快吧，我不想再承受经脉撕裂之痛。对不起，能为青雅阁而死，我很满足。所有人都说我是娇生惯养的小少爷，看不起我，只有青雅阁待我不错。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这狼狈的模样。老师，您送我一程吧。只为让你是帮我跟他说一句，我爱他，为他所做的一切，我的心甘情愿。一直如今。我们来晚了，插进他胸口的弯刀是不是你的？青雅，你冷静点，是不是你的？是到如今是谁的情义无中？为了替权贵遮掩他们做的肮脏事，田太傅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在这万丈雨中都化不开，愁绪让心痛。你觉得我是已知道白虎堂掌权人是丞相党羽，才会杀楚行舟灭口？是不是你自己心知肚明？叶玉清，你私下调查白虎堂2年之久，怎会不知他们将行舟关在何地？不信我，你让我别插手此事，答应过我会倾尽所能将他救出来。可是行舟死了，我本意是想保护你。冷公子，我们赶到时，楚少爷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还被灌了蛊色，是楚少爷自己要求。到底是故意营救来迟，或是他动手杀人灭口？我会调查清楚。这冷公子真是，楚少爷是为救他才落入白虎堂手里，人没了，明明罪魁祸首也是他，怎么不以死谢罪，竟把所有过错归咎到太傅身上？太傅，您怎么样？是不是昨日追那群人受的伤又……我没事。太傅，来人，传太医。那日我竟分不清是身上的伤口疼，还是冷清雅对我的种种怀疑，让我更疼。太傅，您醒了，身上的伤可好点了？好多了。姓周的冷公子今日要离开京城，回洛阳，楚少爷的遗体他也打算带走。太傅，您要去哪儿啊？外面在下雨，您的伤未好全，不能。楚清雅，是老师。停车！你不该来找我。我们之间的恩怨还未算清，你想就这样一走了之？恩怨，我承认，我确实调查白虎堂多年，也知道他们的老巢。但对于楚行舟，我并非想要害死他，只是那天我被其他事耽搁，我没想到你忙着收集他们的罪证，没想到他们却会狗急跳墙，是吗？叶玉清，扪心自问，你爱过我吗？或是我应该换一种问法，你爱的人是我，还是你在透过我的眼睛去爱你死去的学生林墨？眼熟吗？你都知道了。我与你素未谋面，为何你见到我的第一面就待我与旁人不同，关心我的一举一动，在意我会不会受伤？原是我从来都是别人的影子。不是我，
调查白虎堂，收集罪证，也是给你那宝贝学生报仇是吗？为此，你不惜一切代价，牺牲无辜之人，是不是？颜玉清，你真以为自己藏得很深，所作所为能瞒天过海吗？怀疑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，所有话语在对方眼里成为苍白无语。你不敢看我的眼睛，不否认我说的话，被我猜中了。颜玉清，你当真没有戏？我想你从今以后也不想看到我会如你所愿。冷清雅，往后你我各走各路。各走各路，将我当作别人的影子，害死我最重要之人。你觉得自己后半辈子还能安然无恙？颜玉清，我会让你知道失去至亲之人是何滋味。后来，冷清雅离开京城，承袭爵位，成为牧羊王，屡次破坏我国与边关异族关系。皇上对他下了通缉令，可牧羊势大，无人敢接令，皇上便多次让我跟他和解，但5年时间里，我一次也未曾见他，直到阔别多年，能让堂堂大理寺少卿燕大人亲自来与我会诊，也是我的荣幸了。他绑架我的学生难辞，试图让我妥协。昔日的爱人再次相见，已是生死仇敌。本以为5年时间足以冲淡我对他的情分，但对他的思念只增不减，日渐加深。听到他与别人成欢，我心里还是会难受。星舟，明日我与楚言大婚。那小姑娘，你说她调皮，明明很乖巧听话，这5年长得愈发好看。洛阳第1才女，说媒的青年才俊都快踏破城主府门槛了。对不起，我本答应过你，会用生命护她周全。可他说无论如何都会为你报仇。他想用我们的婚礼引出当初跑掉的白虎堂首领云彻。云彻是害死你的那些人当中的最后一个。星舟，我定会亲手宰了他，以为你在天之灵。月重门，我就知道青牙哥在这里。来你哥面前赔罪，我欠他一条命，如今还要让他妹妹以身犯险。明天的任务危险，我不该让。我等这天很久，青牙哥，你不用劝我。父母离世后，一直都是哥照顾我，他无辜枉死，当初折磨他之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们筹谋这么久，我不会有事的，青牙哥不必担心。好，不过明日你务必要听我的话。知道了。青牙哥，前几日你去京城安然无恙回来，宁国皇帝撤了对你的通缉令，是不是老师？他放我走的。这5年里，你跟他多次作对，还绑了他的学生，但他还是为你说话，说明老师心里有你。青牙哥，你们之间当真没有可能吗？楚言，我跟他已经结束了，他爱的人也不是我。可你没有彻底放下他，不是吗？你留着他送你的面具，每个月都会偷偷去宁国看他，回来后就把自己锁屋里，不吃不喝，梦里喊的都是老师的名字，听到他生病就蹲在他门口彻夜守着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还在胸口刻了他的名字。你怎么看到的？是你沐浴时我不小心看到。
我刚在你哥面前夸你听话，姑娘家家怎么不学好，偷看男人沐浴？我没有偷看，解释就是掩饰。主子，楚妍大小姐大婚消息属实，跟谁？是莫阳王冷清崖。又是他！这几年，他跟燕玉清将白虎堂势力除得一干二净，杀了我那么多弟兄。现如今，连我最喜欢的女子都要嫁给他。主子，楚小姐是楚兴州的亲妹妹，就算没有冷清崖，她应该也不会答应。用得着你提醒？哼，有杀兄之仇又如何？我看上的女人就没有让出去的道理。去准备，本座要他们的婚礼都能顺利进行。是。如果这身婚服穿在燕玉清身上，该多漂亮！他大抵根本不会在意我会不会成婚。我初次见到燕玉清时，他一袭白衣，如竹上雪，不染尘埃，好看的不像人间男子。那时的我是没人要的街头混混，而他是身份尊贵的宁朝太傅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材料也是精挑细选，以后别再戴你那个破面具了，什么都挡不住。送我的？不喜欢？不是，喜欢。我从未想过，他这种谪仙般的男子会将目光落在我的身上。胜不过一纸书卷。青崖哥，你心里的人到底是谁啊？连我都瞒着。小孩子别问，你也就比我大不了几岁，怎么学大人说话？哼，藏这么紧，你之前攒钱不会是想给心上人买礼物吧？楚行舟，你话真多。哦，被我猜中了。今晚不去白虎堂，因为燕玉清的出现，我第一次萌生惜命的念头。我想活得久一点，再久一点，这样就能一直看着他。拥有的也会患得患失，哪怕将燕玉清抱在怀里，与他耳鬓厮磨，我还是会一遍遍地问他爱不爱我。清雅，我在每次听到自己的名字从他嘴里喊出来，总有种隐秘的满足感，总想让他目光所及之处为我一人答应我会好好活着。老师在身边，我不舍得死，因为有他，我对人间尚有几分留恋。然世人摆摊，而却发现这场美梦原是属于别人的。我在他心里困难的捆绑。我恨他把我当成别人的影子，恨他为何不爱我，恨他为给故人报仇不顾楚行舟安危，恨他为何对我这么残忍，招惹我又不要我。可笑的是，过去这么久，心中的仇恨还是无法抵消对他的爱意。老师，你穿婚服的模样真好看。其实我跟青崖哥并非。吉时已到，楚言，你准备。你何时来到莫阳？今日刚到。你和楚言曾都是我的学生，师生一场，我来祝你们新婚快乐。那便多谢燕大人不远万里来道喜，喜轿备好，我和夫人先去拜堂了。我要赶在长路之前，碰了冬夜细的月光。冷清崖，从语音里铿锵，扬起多少梦在心上，让我能躲到避风港，今天只落也不
大夫，跟我走。你还是恨我，妍儿。如果你什么都没想起来，我们之间就不会是这种结局。云彻，要不是你，我哥会活得好好的。他才20岁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，将他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我哥当初怎么死的，我都要在他身上千倍万倍的讨回来。严玉清，你不准睡！你听到没有？撑住！你要是丢下我离开，我就是化成厉鬼追到阴曹地府，也让你永世不得安生。你说我亏欠你2多个，我用这条命还你。不可以，严月清，我求你别睡。晚上幸福能量只长算，不是我的，还是照亮。这里的位置容不回心的念想，容比我选我对他的伤。赐我多少波澜必要以我心丈量。老师胸口的伤极深，虽捡回一条命，但大夫说何时能醒过来，全看天意，也可能一辈子都……老师他情况不容乐观。大夫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。我真想宰了冷清雅。老师遇到他之后就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。我都想带老师离开牧羊这个是非之地，让冷清雅一辈子都找不到他。你可别，现在能叫醒老师之人也只有清雅哥了。成过亲的人也整日打打杀杀的，能不能稍微考虑一下另一半？南慈，你看看，新婚燕尔，某人却欲求不满。我去看看老师。慢点儿，知道了。哎呀。暗恋他7年，宁小将军也算是苦尽甘来。哼，还记得在学堂天天跟在人家身后，却不让你南慈知道，我都以为你和他成不了。说明我和他是命定的缘分，别人挡都挡不住。所以宁将军是靠什么追上南慈的？神格魅力。靠不要脸吧？什么不要脸？明明是我的真诚打动，好吧？老师，云彻自刎，死前他比行舟还要痛苦万分。伤害林墨和行舟的人都遭受报应，你为何还不醒？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你？我想听你叫我的名字，骂我臭小子，叫我不要再打架。老师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我怀疑一切，也不该怀疑你对我的爱意。这5年不该与你赌气，不该与你动手，让老师难过。金牙哥，我要离开了。打算回京城？对，哥哥大仇得报，心愿已了，我便想去外面看看。一切小心，若何时想回来，随时都可来牧羊，我永远是你哥。好，希望我下次回来的时候能看到你与老师成婚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他早已是我认定的爱人，哪怕他再也醒不过来，我也会爱他，照顾他一辈子。严玉清，那5年，我其实偷偷去看过你很多次，孤枕难眠的夜晚，拿着你送的面具，想象着你在我身边，嘴里说着伤人话语，心里始终对你放心不下。也许我们是一类人，明明是为彼此好，却还是下意识隐瞒对方。其实你喜欢梨花，我便命人在墓园里。几百成年天子，独向一生死，任由光阴白发丝。莫阳不是答应与宁朝井水不犯河水吗？你又来找南慈做什么？他是独自前来，应该不是挑事儿的。远哥，
我是来跟你们赔罪的。赔罪？在平阳将你们绑架，害男子坠落山崖，是我的错。想要什么赔礼，可尽管提。哎呦，不容易啊！有生之年，我还能看到向来不可一世的莫阳王与别人行礼赔罪。不过要不要原谅你，由夫人说了算。对不起，那个事对我没有造成太深的伤害，赔礼就算了吧。只希望莫阳王以后不要再与宁朝为敌。我答应你，若宁朝有需，我也义不容辞。莫阳王最好说到做到。我向来言出必行。冷清崖会亲自来道歉，怕是因为老师的缘故。这算什么？他欠燕大人一条命，无论做什么都还不清。不知老师何时能醒啊？燕大人吉人自有天相，会醒来的。反倒是你几天不见人影，让为夫独守空房，是不是故意躲着我？没有。其实我挺感激冷清崖，要不是那场绑架，我不会知道你的心意，跟你错过。我们的情丝早已纠缠在一起，怎会错过？目从这地老电话，我含笑一望。林之远，你何尝不是上天赐予我的珍贵礼物？不会曾刻骨柔肠。大人，您几日前在如意馆给燕大人定制的婚服送来了。放下吧，老师，重新为你准备了一套婚服，等你醒来，我们成婚好不好？不回答，我就当老师答应了，谁都不准反悔。主子，宁朝使者来访。我现在过去。传告以后来访的各国使者，不要再给我送人，谁敢再往我身边塞人，就别怪我翻脸无情。老师，我好像又看到你醒来。风唱着一声一声天际惆怅，又唱着一句一句心事扬藏。不是梦，那一段一段至春天落地望。是的，是老我师。情愿一步一步再前方，可命不要我拱手相让。有个傻小子天天在我耳边念叨，我不万般哀求让我醒过来，求得我心口都软了。玉清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想你想得快要疯了。你怎么敢让下我睡这么久？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掉眼泪啊？老师穿这身婚服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看。想象中的？这场景，我曾想象过无数次。那便不脱了，等洞房花烛夜，你帮我脱。洞房花烛，去换一身喜服，今日我们成亲，如何？都听老师的。这半年，你在我耳边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怨我吗？经历这么多，若说不怨，那是骗你的。只要不离开我，老师怎么惩罚我都行，我都受着。我若想离开，便不会来见你，更不会答应与你成婚。对不起，老师，看到你在我面前倒下那刻，我才知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我也有错，没有给你任何解释，由着你误会。当初注意到你，确实因林墨的缘故。每次想起他离世的模样，我便觉自己罪孽深重，会反复回想，若当时答应他，会不会他就不会寻短见？可老师心里清楚，虚情假意只会让他更痛苦。你和他是两个人，这点我从未忘记。但离别5年，我还是不敢见。不重要，过往种种远没有比老师安然无恙站在我身边来的有意义。
如果我一辈子都不相爱，你会不会后悔？如果抓云彻的那是重来，老师会不会后悔以身帮我挡箭？不会。这也是我的答案，不会，不会。风吹雨遮不肯退，把旧年华看下回，走四方下一为魁，复见过君风。